人世间大概50年的跨度吧，100多个有名有姓的人物，在这40-50年的中国的巨变当中，人物命运的变化。哥，这个春节能回家吗？人世间小说是梁晓声先生写的，也在前年获了茅盾文学奖的第1名。我看了多处热泪盈眶，觉得是我要做的东西。是从69年一直写到了2016年，东北某城市的一个棚户区，一家的3个孩子和父母。父亲呢，周志刚为中国的大3线的建设做了巨大贡献。母亲是不识字的，非常非常的善良。这3个孩子呢，也是有代表性的。老大这个周秉义读了很多的书，上山下乡又到兵团去了。老二呢，周荣，文艺女青年，做事的一根筋，为了这个爱情跑到贵州去了。我叫周炳坤。这个老三周炳坤是一个所谓的蔫好人，不怎么说话，但是很有主意。老大老二呢，最后都是考上了北大，一个从政了，一个在大学当老师。趁我还有干事的能力，我想把这个穷人窝子连根拔掉。因为他北大毕业的，怕咱家光不了你脸面。都一爹一妈养的，就我没出息。我们选择了以周炳坤为视角，他当工人开饭店，照顾父母，对郑娟的爱慕的接纳。我视频你曾弄断了我一个肋骨。你是看着那小寡妇了，大哥？朋友有什么事他都伸出双手来帮助。别走，你把公益东西放下再走。哪怕他没有世俗意义上成功，他有这种担当，能够倾起一片天。历史大潮裹挟着这些人物命运，每个人都做了该做的努力，都得到了回报。寻找的这些演员，他们身上自己就带着人物的气质，对人物的这种内心的挖掘都是非常准确的。这次美术、摄影、道具、服装、造型团队都是顶尖的吧？制作成本是人民名义的3倍多，搭了几万平方的棚，搭了几条街，也动用了很多长影的老牌道具，采购了很多老物件吧，包括每年的挂历，我每天在现场都盯着。这风机扣咋不扣起来呢？这特别正式的事。黑木栅栏围墙叫板章。我们要通过人世间，让更多的人记忆起中国从计划经济时代到物质这么丰富的现代的这种历程。我们表现了很多次春节，从只有极简的那种餐食，一直拍到非常丰富的大餐。60、70年代物质极其匮乏，计划经济，布票、肉票、粮票，红烧肉啊，报纸糊墙你满街望去，色彩特别单一的，蓝、黑、绿，就这3种颜色。78年改革开放，渐渐街上流行红裙子了。第一批闯深圳、闯广东的这个商人，物质上渐渐开始有一些丰富起来的细节，能够让千百万观众感同身受的。我是在长春出生，儿时青春记忆都在那冰天雪地里面，人情极其温暖的岁月。这部剧，我觉得千家万户都会看到一些这几十年本人的、亲人的点点滴滴吧，关乎于国家，关乎于民生这种内在的热血在流淌。